大家好，我们这节课呢要画的是一个斗方啊，是外仿古内白的。这个斗方的外径呢是50，内径呢是40。我们量一下外径呢是正好50，内径呢是在这开始正好40。好，用的颜色呢是牡丹用的颜色呢是藤黄、鹅黄、曙红、胭脂这也是一个红色系的。红就是也是黄色系的我用红色系的画头笔，我们先给它浸透。好，可以了，刮一刮。好，差不多了。我们画这个卡纸的时候要注意控水现在甩不低因为卡纸呢吸水性会比这个咱们用的甲醛纸呢要差一些所以水分呢不要太大。先把这个藤黄给它调在笔根处。我们大家呢在画作品之前一定要先把基本功练好这样的话你画作品才能跟上。如果你基本功没有练熟练了是没有办法画作品的，画作品画出来效果。所以咱们很多学员就容易什么呢？前面基本功没有练，然后去画作品，然后呢就说跟不上，对，肯定跟不上谁这么学也跟不上基本功不熟练，就像你没有练舞蹈的基本功，你去跟人学舞蹈直接就跳民族舞什么的，那你肯定是跳不出来也跟不上。好，把这个藤黄色给它调在笔根的同时，它笔尖会往前渗。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鹅黄调在笔肚这时候呢，笔里是以黄色为主这个程度呢就行了也就是说，大家看一下这个藤黄和鹅黄它有一个色阶。然后呢，我们再调曙红。现在这个曙红呢，就是调在里头之后从笔根处开始逐渐的就变红了，就有点偏金红的意思了。然后呢，我们再从曙红下面就是从笔肚下面开始加浓。好，再把胭脂调在笔尖的5毫米之内这就是一个有点偏金红色的花头我们先把这个花头画在什么位置呢？先画在这个左下方这个位置大约是在它一半处稍微偏上一点。好，在这个位置。好，先画一个左侧的组合。注意控制大小往外张一笔。我们用点水呢，来把这个多余的水分吸一下。好，这个画出来的颜色是比较鲜亮的但是呢，一定要注意控水然后上边在它的中间拉动一笔，这是一个中间瓣。好，这时候呢，我们笔尖呢补一点胭脂。我笔里呢还有很多的颜色，所以呢，我们现在还不用去补色把这层次呢都给它表现出来。其实只要你表现出来层次感你这个花头呢画出来它就好看如果没有层次感呢，它就不好看了往上提一笔。这笔呢正好给它伸进去。好，然后下面呢，我们要给它往右有个张力，所以这个花瓣呢就大一点。好，再往下一点就成了一个大花瓣。好，底下呢我们就直接给它把这个虚程给它表现出来就行
不用每一层都表现得很清楚，因为我们这个呢是一个小品，所以你要控制花图的大小。好，这个画成一个大的花瓣儿。行了，这个花图呢就够大了啊，不能再大了啊。再大了呢，在它的下方。把它的层次感表现出来就行了。这也是延伸一笔。好，我们基本上这个花头的外形啊就可以了。这也要有个衬丝，就是主要不让它齐啊。我们发现齐的地方就给它破一下。好，然后呢，有点三角形了是吧？哪里不太好，就稍微的给它整理一下。好，然后呢，把花心部分切一下。现在里边空给它填上。好，切一下花心。啊，这个就是一个大一点的花头啊。我们在它的右侧给它往外张一笔，这样呢就不会显得它那么齐了。好，然后我们在它的右侧啊，这回呢画一个深点颜色的，类似于小花头。好，这个呢就是曙红，光调曙红啊，曙红，然后呢，最后调点胭脂。好，稍微来一点花青啊，我前面没有标注上是花青啊，花青呢就是起到一个调和的作用。最后呢来一点花青啊，在这个右侧的位置往下，这个花头呢别画大了啊，注意大小。类似于花苞，让它有个往下的垂势。好，填这个空。把这个花瓣的外边给它挤出来。好了，这个空也填完了，这个花头呢也就画完了。让它延伸出来一点。好，然后这两个颜色呢就略微的有点不同。这花心呢让它再大一点。再往上张扬一下，不让它们是齐的，有个起伏才好看。然后呢，我们在这个上方啊，再画一个小花苞。这个是个小花头了，然后我们在它的上方，不要贴着边儿啊，这边儿呢是留着提款的，我们在这个位置画一个小花苞。好，好，然后呢，我们点蕊，
好，这个呢是有点发散态势的，我们点蕊呢给它散开就行，点成2大组啊，这是一个小组，然后再画一组呢就变成一大组，这是下方的一大组，然后呢往里收，点它上面的有高低错落，这个呢两边往里收啊，也是让它往里收，最后中间点几个装饰，行了，这蕊呢就点完了。我们在它的上方啊，高一点。好，这个呢小花头啊，蕊呢就少一点点。好，然后呢，我们用头绿点上雌蕊。我们的枝干呢，表示从上面下来，在这位置过来啊，这样的，也就是说，我们要把它变成一个螺旋式的啊，往下方走的这个感觉。那么我们的叶子呢，就应该是向下发散式的啊，才符合它这个螺旋式的生长。也就是说，这面是侧面啊，然后这面这个势呢是向下有个发散式的，然后边上啊再往边上去发散，这么个势。这幅作品呢，我们要给它画成墨叶。墨叶呢，更要分出来这个墨色的变化。首先呢，我们把这个叶子笔呢给它浸透。好，然后呢，来一点笔尖调一点墨，然后我们现在要给它调成一个色阶啊。笔根处很淡的，要来点，要有一点墨色，跟调花头是一样的道理啊。先把这个墨色淡的调满笔，这样调啊。然后呢，我们再逐渐的给它加浓。看啊，笔尖处就浓了，淡下来了。我们看一下这个颜色啊。首先呢，我们要把这个花蒂部分画一下，所以这地方不宜过深啊。这个画的时候要稍微慢一点，它容易崩，因为这个它没有粘性。好，往下再拉动一笔。这个往上点啊，再有一个。好，然后呢，我们在这个位置也要来组浅一点的叶子啊，在它的下方。好，我们画出这个墨色的变化，是不是应该是有色阶？我们看到了啊，色阶是不是挺明显啊？这样的话，它墨色看出来也很漂亮，是吧？有时候我们往往呢墨叶子画的比较少，这个墨叶子难度略微大一点。好，我们这回呢稍微把这个墨叶加重一点。好，浓墨。
然后在这个下方这个位置啊，我们顺它这个势怎么拐过来，那么就应该是这样的势啊。好。大小叶子穿插，这就有了。然后我们现在要画枝干了。在没画枝干之前啊，看哪里还需要叶子，差不多了。画枝干，枝干呢，我们尽量让它有点沧桑感，所以这个把它这样拧一下子啊，让它这个笔呢是鸟麻花发散型的，这样呢画出来这个枝干呢才有力度。好，在这个左侧的大约1/3处啊，画出来这个枝干是从这儿过来的，从它的侧面过来，不能从它正方向过来啊。然后再出一个小枝干是辅助的。好，这面呢，看有没有这样过来一个啊，从它有个交叉吧啊，然后表示画完有画，也让它有2片叶子就行啊，不让它是光秃秃的下来的啊，稍微的往外张一点。好，最上方呢，我们让它有深浅变化，也就是说来点淡叶子，就把这些个枝干啊拖一下。好，它的旁边也要有主叶子。为了防止的对称啊，我们要一面高一面低啊，这就基本上可以了。然后呢，枝干下来，在这个位置，让它跟这个叶子啊有一个组合，有个势，拐过来。好，最后呢，在这个位置，就是淡叶子。好，我们把这个叶茎勾一下。不用都勾啊。
然后涂一下颜色，在它的后边啊，这是一大组了，我们在它的后边，来一个淡化。这是为了表示啊，它这个后边有画，这个感觉。虚的，不用管层次啊，就行了。点点胎点儿。好，然后呢，笔尖来点胭脂，把这个牙包点一下。好，可以了，这幅画呢就画完了。我们这节课呢就上到这里。